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测试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分摇盘的故障测试。这个分摇盘是从高雄来的，法拉利1982年的308 GTSI 8缸的3000cc 的6缸分摇盘。提到法拉利的308系列，它从1970年代的初期，一直到1985年左右，这段将近10多年的时间，它是法拉利当时最主流的双门跑车。那当然，它是后置引擎，3000cc 的 V8，一缸等于说还不到400cc。那如果说以我们6缸的3000cc 的来讲的话呢，一缸刚好是500cc。因为它希望用小排气量提高转速，把马力炸出来。那这颗V8 的引擎，它3000cc 的 V8，它厂方标示的马力大概在250匹马力左右。最高转速应该就是最高马力应该好像是在6000多，6000多转。那今天这颗我们讲到提到这个308，法拉利的308系列是当时70年跨80年的最当红的跑车。那再来接手的就是BB512 5000cc 的 V12。308这个系列在1980年之前，它是用4喉的化油器。在1980年之前，它是如果说是硬顶的话，它的编号应该叫做法拉利308 GTB。如果说是敞篷的是有点类似保时捷的 Targa， 它的中间的屋顶是可以拆卸的，那就叫 G308 GTS。那今天来要测试的这部车子呢，它是1982年左右它是等于1980年以后就改成多点喷射，也就是说 Bosch 的第一代的机械喷射。我们看到这是 V8 的喷油盘，那当然是每一缸就是一个喷油嘴。那它的编号应该叫做，如果说硬顶的，那应该叫做308 GTBI， 多了一个 I。但今天我们要测试的这部车子，它是敞篷的，中间的硬顶是可以拿开的，黑色部分可以拿开的。那它的名称应该叫做308 GTSI。OK， 今天大哥呢有幸要来测试这个喷油盘，但是呢，大哥要经过接手之后要测试，没办法测试。大哥碰到2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是喷油盘的柱塞这个柱塞应该是可以活动的，就是说这个柱塞如果说我们加油的时候，我们加油本来在怠速的时候，它应该是往外跑的这个地方是往外的这应该往外。那如果加油的时候，它越往里面顶的话，出油量更大。但这个喷油盘它已经卡在里头了它出不来了，那造成了大量的出油。但是问题是它又没办法大量出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喷油盘膜片破掉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膜片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孔洞，我们看到这有很多的孔洞。那它就是已经龟裂了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它已经龟裂了。那龟裂之后造成漏油，一漏油之后，上下油顺的就没有压力差，造成它又没办法出油。理论上说，我们往里面点，它卡在里头它没有出来，卡在里头了。
卡在里头它应该出大量的油，但是呢，它卡在里头出不来，你又没办法出油，因为它分油盘母片破损了，造成它上下油室已经没有压力差，它可没办法出油，所以大哥没有办法做它故障检测，因为它根本没办法出油了。所以说，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这个分油盘，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它出油的状况。经过大哥更换抹片经过校正出油量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首先，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大哥打开电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那是不是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应该在180ml左右？也就是170ml左右，也就是说这条棒大概在175应该很贴近那条棒。OK， 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做了这个阶段的测试，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在170ml左右。因为它的膜片破掉了，裂开了，应该讲就是裂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它因为它长期没有浸在油里面，就是干裂了。那干裂之后呢，它造成裂化，上下游是没有压力差，就没有办法出油。那第二点，它的柱塞出油柱塞又顶在这里头，又卡住了，所以这部车根本是发不动了。经过我们这次整修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无论如何老车保养老车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让它引擎发动让它有水电能够运转。那分油盘里面的膜片，它有油的浸润之后，它就不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有油的浸润之后呢，它就不会干裂。OK， 画面上有油道组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5，第三缸180，第四缸170，第五缸175，第六缸170，第七缸175，第八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左右。那其实因为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分油盘，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下来，它的误差值好像有180到170之间会有10ml的误差，好像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其实大家都错了。今天也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结构问题它只有下面有弹簧，上面有弹簧，下面没有弹簧，所以说它在出油量的控制没有办法像第二代的分油盘那么样的精准。如果第二代的分油盘的话，在大哥机台上面几乎可以测试到调整到0%的误差就3%以内，也就是说它几乎都是每一缸都70%，都是170ml。那第二代的出油，第一代的分油盘，因为它结构的关系，像以这个目前我们看到这个180到170，这已经相当漂亮了所以这一点，也就是说，它因为 Bosch 也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它又改良，1985年以后就是第二代的分油盘的新的结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冷车的加热阀的压力大概在2.2 kg/cm 平方左右跟热车的时候呢大概在3.6，差了差不多有1.4 kg/cm 平方。那因为就这个压力差它达到冷车油量改变，冷车加热的效果，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这个出油量会比热车完成的时候3.6的出油量稍微多一点这个就是加热阀它作为
为什么叫加热阀？就是因为它经过加热以后，压力改变，来产生那个供油量改变的这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颗加热阀加热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作为冷车加冷的功能，因为它没有电脑，然后它必须用机械式的冷车加冷，经过里面热金属来使得出油量改变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压力是大概在3.6左右，3.5、3.6左右，就是热车的压力。也就是说，引擎发动稳定以后，大概在2分钟以后，它的压力大概在3.6。那如果说冷车发动的时候，它压力应该会在2公斤左右。那经过这个透过这个压力差，使得它的改变它的供油量，达到冷车油气将冷的目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3122，从高雄来的法拉利308 GT SI 双门敞篷的跑车的8缸喷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它这个喷油盘的标是73122，我们来进行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已经打开电源了。定时器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比我们刚刚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测试，它的准确性更重要，出油量的检测更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怠速是越稳定越好，出油量越稳定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3122，从高雄来的法拉利1982年308 GT SI 的8缸喷油盘的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比我们刚刚1分钟的全油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它更加重要，因为它会绝对影响到怠速的稳定性。OK， 大哥，时间到，关闭，打开电源，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220，第2缸220，第3缸220，第4缸220，第5缸220，第6缸225，第7缸220，第8缸220。哇，这个完修之后的这个数据相当漂亮，那肯定这个怠速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今天大哥如果把它回修到引擎之后呢，会面临到2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它是 V8 横置的 V8 后置，然后横摆的 V8 引擎，在背对着后面的那4缸大哥没有办法，很困难的，要安装喷油嘴跟火星塞的检测很困难。缸压测试势必也可能只能做前面我们看得到的1、2、3、4缸。第二个的问题是，因为这部车子它的引擎它是左右两边各有油箱，左右2侧各有2颗油箱，那些油箱又堵塞，出油量又不足，所以大哥呢必须要克服它汽油泵部打过来之后的供油回流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喷油盘的使用最低要求。这个是面临考验再来，因为这部车它还有其他部分还没有完全整修完成，包含比如说那油门拉杆它也没有安装，所以到时候大哥势必只能用
手动去拉动节流阀的阀门，来做引擎高速、低速的运转。到时候呢，还必须要坐专车回高雄，这一趟单趟的要花掉1万多块的运费，2趟下来就花掉快3万块无论如何，我们就期待这部1982年的法拉利308 GTSI 的重生吧。大哥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